娘的，我又穿越了！大炎王朝江家村16岁穷光蛋江家人。江虾人，户籍江大郎之子，年16，未婚，奉强制婚配法令，今为你送来配妻。强制婚配法令，配妻，包办婚姻，还带上门强送。愣着做甚？接人！嘿嘿。此女名韩淑月，年17，身家清白，配与你为妻。按法令，男子年满16未婚者，由官府统一婚配，每户至少需纳3房妻室，以增人丁，充实劳役，此为第一法。3房妻室，我一个都养不起，还来3个，这是要逼死人呐！官爷，我家徒四壁，连自己都……闭嘴！官府配妻，尔等贱民的福分，再敢多言，以违抗法令论处，加号示众。卧槽，这蛮不讲理的法令，我好喜欢呐！按上手印，即刻生效。哼，还算识相，你好自为之。我们走。那个，你叫韩淑月？是。你好，我叫虾仁。见韩淑月半天没有回应，虾仁开始环顾这家摇摇欲坠的泥坯房，屋顶漏光，家徒四壁。虾仁走到厨房米缸边，揭开木盖，米缸见底。家里还有吃的吗？我早上也没吃饭。没有了，要不我出去找找，还能去哪找？江家村出了名的穷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！夫君，以前我爹曾在后山藏过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在哪里？我不太确定还在不在，或许是一些干粮，或者能换钱的物件。你认得路？我带你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天光微曦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前往后山的小径上。这鬼地方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。那个韩淑月，路还远吗？虾仁没话找话，主要是饿得头晕眼花，再不吃点东西，他怕自己先撂挑子了。哎呦，晦气，真是天大的晦气！大清早出门就撞见这丧门星、扫把星，可不是嘛？江家这小子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官府怎么就给他配了这么个克夫的婆娘？克夫。他猛地看向韩淑月，只见她已经把头垂得更低，几乎要埋进胸口，瘦小的身子缩成一团，抖得如同秋风中最后一片即将凋零的落叶。喂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听说他前头议过2门亲事呢。第一家那后生好端端的，疫情没几天就掉河里淹死了；第二家那个采药的，从山上摔断了腿，没熬几天也咽了气，邪性的很呐。哎，江家这小子身子骨本就弱，怕是活不过这个月了。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别让他听见，万一沾上他的晦气，咱们都得跟着倒大霉。切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他娘的搞封建迷信这一套！喂！韩淑月猛地一颤，肩膀抖得更厉害了，似乎以为他也要像那些人一样责骂他、厌弃他。他们说的是真的。韩淑月不答，她哭了。哎，这姑娘真是倒霉透顶，被这些愚昧的流言蜚语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克夫，这种鬼话你也信？难道不是吗？他们都这么说，我爹娘也是因为我才……那他们有没有告诉你，你具体是怎么克夫的？是你瞪一眼对方，对方就当场暴毙，还是你说句话就能让人立刻倒大霉？韩淑月被他这连珠炮似的古怪问题问得一愣，连抽泣都暂时停了。总得有个科学依据吧？难道你身上携带了什么致命病毒，还是说你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异功能，能隔空咒死人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就对了，那就是胡说八道，是他们那些长舌妇愚昧无知，故意把所有的不幸都迁怒于你。你仔细想想，一个人是死是活，那是阎王爷，不对，那是他自己命数已尽，或者纯属意外，跟你一个姑娘家有什么屁关系？可是他们的确都死了。死人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年头缺医少药，吃不饱穿不暖，摔一跤得个普通的风寒都可能要了人的命，怎么他们死了就都赖你头上了？你当你是瘟神还是死神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，懂不懂？哎，跟一个古代文盲少女解释现代社会学名词，纯属对牛弹琴。简单说，就是他们自己倒霉，或者别人害了他们，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这个无辜的弱女子。这是一群没有担当的懦夫，一群只会欺负弱小的蠢货。韩淑月怔怔地看着他，这个刚被官府强塞给她的丈夫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她从未听过的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人为她辩解过一句，所有人都说她是灾星，是祸水，是会带来不幸的根源。你真的不害怕我会克你吗？哈，老子烂命一条，都穿越。
都落到这步田地了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还怕什么克不克的？他们不是说你克夫吗？行，我今天就偏不信这个邪，说不定我命硬如铁，专治各种不服，也专治各种克夫。你克一个，老子给你顶一个；你克一双，老子给你顶一双。你真的不信那些？信个屁！我只信人定胜天，饿了就得想办法找吃的，病了就得拼命找大夫。天塌下来有个高的人顶着，哪来那么多神神鬼鬼的破事？虾仁这番话像一道刺目的闪电，猛地劈开了韩书月心中长久以来积累的阴霾和绝望。走吧，别让那帮长舌妇影响了咱们找吃的心情。早点找到东西，早点填饱肚子，才是眼下最正经的事。韩书月看着他，默默地转过身，继续在前面带路。这一次，他的脚步似乎比刚才要坚定了一些。就是这里了。你确定这里面真的有吃的？我爹说是留着应急的。行吧，你拿着这个在外面等我，里面太黑，我先进去看看情况。可是，放心，要真有什么宝贝，我肯定分你一半。不对，你是大老婆，你拿大头。大约走了10几步，虾仁总算看清了山洞内的大致情况。山洞不大，四壁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角落里堆着一些干枯的野草。不会吧，这就是所谓的应急物资？难道是让我啃草？伸手扒开那些干草，干草下面是几个破旧不堪的陶罐，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，开始一个个揭开陶罐的盖子。这玩意儿确定吃了不会当场去世，这开局剧本也太惨了点吧？这是什么？肉干碎银子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韩书月，韩书月，我们有救了，有吃的了，还有钱。这银子应该够我们撑过一阵子了。不过这个村子恐怕是非太多，我们得早点做别的打算。韩书月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虾仁，似乎有很多话想说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等等，那边好像还有别的动静。谁？虾哥，这声音似乎……哎，虾哥，真的是你呀！我找了你好半天了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娘说你家出事了，让我来看看你。你家里没人。王大婶说看见你和一个姑娘往后山来了，我就顺着路找过来了。对了，虾哥，这是俺娘让我给你带的东西，你肯定饿坏了。似乎这……嘿嘿，虾哥，你跟我客气啥？俺家前2天刚分了点粮，俺娘说你一个人不容易，还多了口人。似乎谢了。虾哥，你们快吃点吧。你也吃点。似乎你今年15了吧？过了年就16了。你想不想顿顿吃肉？想不想让你娘过上好日子？想啊。那就跟我进山，山里宝贝多着呢，野猪、耗子、草药，只要咱们有本事，就能弄到手。可是俺娘说山里很邪乎，以前村里好几个猎户进去就没出来过。那是他们没本事，哥有办法。你那私家虎事，我还能帮你琢磨琢磨，让你更厉害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你力气大，我脑子活，咱俩搭伙肯定能行。霞哥，你说咋干，俺就咋干。好兄弟。霞哥，有狼。有狼才证明这山里有咱们要找的货。停！马齿苋煮水凉拌，晒干了能当冬储菜。霞哥，这玩意儿不是喂猪的吗？猪吃不死，人就能吃。这个是车前草，不能当菜，却是疗伤的宝贝。霞哥，你这脑子是咋长的？俺爹带俺进山，也没说过这些草疙瘩的用处。以前跟个老郎中当过几天学徒，学了些皮毛。这个我爹说过能治腹痛。很好，以后你认得的都告诉我们。四虎，找几根拇指粗细、有韧性的树枝，再弄些结实的藤条。好嘞。没一会儿，司虎带着材料跑了回来。虾仁取过材料，忙活了一阵，很快几个简易的套索便做成了。看好了，这是套索陷阱，用细小树枝和落叶伪装后，兔子一钻进去就抓住了。俺懂了。两人合力，很快在几处隐蔽受禁不下5、6个套索。随后，三人专心采摘马齿苋、荠菜，还有韩书月指认的几种能吃的野菌嫩芽，很快装了小半袋。太阳快落山了，我们回去顺道看看陷阱。中啊，虾哥，是兔子，至少3、4斤。开门红，今晚加餐。虾哥，你太神了，随便弄弄就套到兔子。不对，晋升。有人刚走不久，还动过手。难道是山匪？管他是谁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先撤。三人加快脚步，沿着崎岖山路疾行而下，直到回到村里，虾仁紧绷的心弦才略微一松。虾哥，门口好像有人。只见茅屋门前赫然站着2个官差，旁边还立着2名女子。我靠，还来！江虾仁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让爷爷们好等。
官爷大驾光临，不知这次又是何事？哈哈哈哈哈！好事好事，县尊大人体恤你孤身一人，生活困苦，特意又给你送了2房媳妇来。啥2房？正是，这位温雨桐年15，父母双亡，孤苦无依。这位程疏影年16，乃是南边逃难来的流民，也是孑然一身。官爷，您瞧我这破屋子，实在住不下这么多人啊！哼，住不下。江虾人，县尊大人的恩典，你可得接住了。若是敢违令，休怪我们将你抄家流放，他们3个也会沦为官妓。言罢，官差带着另一名差役扬长而去，仿佛甩掉了什么烫手山芋，只留下下人面对3个老婆在风中凌乱。虾哥，恭喜恭喜，这下齐活了！骑你个大头鬼！就这种猪狗不如的地方，也配让我住？我可以睡外面的。程姑娘，你对这安排似乎很有意见。哼，一个连栖身之所都如此破败的落魄户，你觉得我该有什么好脸色？此处简陋，若姑娘有高就之处，虾人绝不强留。只是这官府的安排，你我说了都不算，眼下也只能先在此处将就。哼，我说新嫂子，你这话可不对，俺虾哥本事大着呢，今儿刚从山上猎了只肥兔子回来。兔子？真的有兔子？有，今晚就给你们炖兔肉汤。温姑娘，官府为何会将你？奴家身有隐疾，无人愿取，故而被官府送来。啥？隐疾？什么病10年。这个词虾人依稀听过，指的是生理有缺陷、无法生育的女子。在这个时代，这无疑是女子最致命的缺陷之一。既是隐疾，未必无解，安心住下，以后再说。对了，那他呢？哼，我的事与你何干？他是官差在半路上捡来的。啥？这样也行？虾哥，这住宿可咋办啊？屋里就一张破床板子，你们这都4个人了。哎，先凑合一晚，明早再想辙。我睡地上便可。我也睡地上。哼，我可不睡地上。行，你睡床，我们3个都睡地上，这总行了吧？啥？3个？算我一个，总不能真让你们4个女人挤一张床，像什么样子？虾哥，你这真是……你再多嘴一句试试。算了，今晚你也别走了，就在这儿给我凑合一宿。啊，我也要睡地上。不然呢？难不成让你回家跟你老娘说，你虾哥如今有3房媳妇，家大业大，需要你这位壮丁留下来帮忙镇宅？不多时，茅屋内外弥漫开一股诱人汤香。虾人看着眼前这诡异至极的家庭聚餐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对了，温雨桐，你平日里都会做些什么营生？奴家会一些浅薄的医术，家母以前是稳婆，曾教过奴家一些。哦，你会医术，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！在这个缺医少药的时代，一个懂医术的人价值无可估量啊！哼，区稳婆的粗浅手段也配称医术？能治什么？治得了伤风感冒，还是能让人起死回生？够了，大家都是苦命人，何必出口伤人，相互为难？程疏影微微一怔，倒也没再继续挑衅。他娘的，这日子简直比上辈子在996福报公司里还糟心。先吃饭，吃完早歇息。哼，这鬼地方四面漏风，睡得比野狗还不如。没有吃的了。喂，这就是你说的将就，连一口果腹的米都没有，莫不是要我们学那山间的野兽去啃树皮草根？你这女人怎么说话呢？俺虾哥是有本事的人。切，本事是带我们住猪圈的本事，还是让我们饿肚子的本事？你都别吵了，我去外面看看能不能挖些野菜。他娘的，老子上辈子卷生卷死，为了个首富，这辈子倒好，直接一步到位，养活一家子老弱病残，外加一个毒舌大小姐。谁说要吃野菜了？都别慌，准备好跟我上山，保证让你们吃顿好的。虾哥又有兔子打了，比兔子更好。虾人的视线越过近处的山林，最终落在了那片在晨雾中若隐隐现的竹林上。那是黑竹林。怎么，那地方有问题？村里老人都说那片林子里的竹笋有毒，又苦又涩，吃了会闹肚子，没人敢去。对，俺娘也说过那地方邪性，不能去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找不到吃的就打算带我们去吃毒物，一了百了。江虾人，你这算盘打得可真急。毒不毒，我说了算，跟我走。喂，我再确认一遍，你当真要带我们去吃那有毒的竹笋？第一，我不叫魏，我叫虾人。第二，有没有毒要试过才清楚，你们的常识在我这里未必管用。狂妄，待会儿吃出了问题，可别指望我替你收尸。俺虾哥肯定有办法，你这女人别老咒俺虾哥。
切，蠢货！虾仁没有说话，径直走进竹林，仔细观察着地面。很快，就在一丛茂密的竹子根部，发现了几根刚刚冒出头的竹笋。虾哥，俺觉得有点瘆得慌。就是这里了，四虎，过来挖这个。哦，好嘞。夫君，这竹笋真的能吃吗？村里人以前都试过煮了很久，还是苦的没法入口。那是他们煮的方法不对，光煮是不够的，得换水，还得加点别的东西。哎，这个是蛇倒退，你认识？我娘说过，这种草药捣烂了敷在伤口上，能止血消肿。它喜欢长在阴湿的地方。很好，这是有用的东西。一会儿我们多采些。司虎的动作很快，1个时辰不到，他们就装满了大半个麻袋。虾仁又指挥司虎砍伐了一些大小适中的竹子。砍竹子做什么？难不成要用竹子搭个新房？竹子的用处多的你想象不到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这种云斑竹，我只在……这个女人果然有故事。怎么了？这竹子有什么特别的？没什么，看错了。走了，我快饿死了。再不回去，我可真要啃树皮了。程疏影头也不回地催促着，仿佛刚才的失态从未发生过。好了，现在东西拿回来了，你倒是让我们看看这好东西要怎么变成嘴里的吃食。四虎，去再挑2担水回来。舒月，把灶火升起来，要大火。雨桐，你帮着舒月把这些竹笋的外壳剥掉，洗干净。虾仁将剥了壳的竹笋放进锅煮，没过多久，一股浓烈带着苦涩的味道就从锅里弥漫开来。我就知道这东西根本不能吃，你是在熬毒药吗？这味道确实不对。别急，虾仁一脸淡定，等锅里的水沸腾了一阵，便把水倒掉，再换水继续煮，如此反复3次，那股苦涩的味道明显淡了很多。盐能进一步吸出苦味，成了。你们尝尝。好吃不苦了，还脆脆的。还真的不苦了。你也尝尝，还是说你宁愿饿着也要维护你那可笑的贵族尊严？哼！一股子土腥味，勉强能入口罢了。虾仁看在眼里，心中暗笑。随后和司虎在屋外挖了个土坑，将剩下的竹笋用盐腌渍，再用芭蕉叶和泥土封存起来。虾哥，你这是干啥？做酸笋，这样处理过的竹笋能放很久很久，而且会变成另一种更好吃的东西。司虎，明天我们得再进山一趟。还要挖笋吗？不，我们去砍竹子，越多越好，得抓紧时间把这破屋子重新修一修，再搭一张床出来。虾哥，早，今天还吃笋子不？吃，但光吃不行。今天我们有2件事：第一，把这屋子修好；第二，咱们再进山砍些竹子。我们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当工匠的。我不会干粗活。你当然可以不干，但新床搭好了，谁出力谁睡。你喜欢睡床，还是喜欢继续睡地，自己选。我什么？我只知道想过得舒服点，就得自己动手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更不会掉床板。我跟你去，我也可以帮忙，我可以啃竹子。虾哥，你发话，砍多少都行。一时间，程疏影被孤立起来，心中百味杂陈。哼，带路。竹林深处，司虎挥舞柴刀砍伐青竹。我的娘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司虎砍倒的竹子上爬满了虫子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是竹黄，这东西专吃嫩竹，是害虫。害虫，别动！司虎，快把袋子拿过来。虾哥，这玩意儿要它干啥？好东西，都动手，把这些虫子都给我抓起来！记住是抓，不是踩死。抓虫子？你不会是想吃掉它们吧？恭喜你答对了。你疯了！这种恶心的东西怎么能吃？你是想毒死我们吗？毒不毒，我说了算。舒月、雨桐，你们怕就站远点。从有毒的竹笋到恶心的竹黄，这个江虾人脑子里到底都装了些什么？一声爆响，一股奇特的香味瞬间从锅里炸开，霸道地钻进每个人的鼻孔。准备好碗筷，今晚的主菜油炸竹黄。切，谁爱吃谁吃，我就是饿死也绝不会碰一下这种东西。外酥里嫩，满口留香，嘎嘣脆，比吃的那个什么龙虾片好吃多了。哇，好吃！虾哥，这玩意儿真能吃，还挺香，真的很好吃。行了，你们快吃，别等会儿被某些人闻着味儿抢了。毕竟是金贵的大小姐，吃不惯我们这种粗鄙的食物，饿一顿想必也没什么大碍。什么叫闻着味儿抢？哼，我程疏影岂会抢这种东西吃？谁说我不吃？我只是看看你们会不会被毒死。哼，一
一股子怪味儿，勉强能下咽。嘿嘿，没有什么傲娇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2顿。光吃饱不行，我们得有钱。我们现在有2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。处理过的竹笋，还有这油炸竹黄，这2样都能换成钱哦。去村里卖，可村里人都说竹笋有毒，竹黄是害虫，会有人买吗？他们不是不买，是不知道这东西能吃，而且好吃。这世上没人会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，只要让他们尝到味道，就不愁卖不出去。虾哥，这能行吗？行不行？试了才知道。第二天一早，虾人就指挥着众人在村口支起了一个简陋的摊子。看，是江家那小子。他在卖毒笋，还有虫子，真恶心！这家人是穷疯了吧？什么东西都给拿出来卖。什么味儿？好香啊！喂，那个能吃吗？嘿嘿，机会来了，想尝尝吗？免费的。狗蛋，别乱吃，那是毒虫。婶子，这东西要是有毒，我敢自己先吃吗？你看，我不是好好的，这东西香得很，比过年吃的肉还香。你尝一个，不好吃，我以后再也不来这儿了。呀，好吃，是咸的、脆的，我也要尝尝。给我一个。虾人趁热打铁，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。一时间，咔嚓咔嚓的咀嚼声和赞叹声此起彼伏，把周围人都看傻了。真能吃，婶子，您自己尝尝就知道了。还真是香的。这虫子咋卖？不贵，2文钱一串。那笋干呢？笋干更便宜，3文钱一大勺，拿回家炖肉炒菜都行，不苦不涩，鲜得很。再给我来一串，这笋干我也要点。很快，虾人的小摊前就围满了人，不到1个时辰，他们带来的东西就销售一空。夫妻，我们赚了360文钱。走，回家，今天加餐。哟，这不是江家的小子吗？听说你今天发了笔小财，官府真是瞎了眼，给你这种穷鬼配了3个婆娘，还个个都水灵。哼，孙外师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本少爷看你们生意做得不错，心生欢喜，诗性大发，特来赠诗一首啊。小竹虫炸得黄，穷酸笋也飘香。见者有份是天理，孝敬孙爷且一下。怎么样？本少爷这首诗是不是千古绝唱？孙外师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今天赚的钱都拿出来，孝敬孝敬本少爷。呵呵，钱我是没有，不过我这有个发大财的生意，想跟孙少爷你谈谈。生意发大财，差点没把我笑死。虾哥，你跟他谈啥？他就是来抢钱的。怎么想用个空头生意就把本少爷打发了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孙少爷误会了，孙少爷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我这点小买卖，一天到头也就几百文的辛苦钱，但是我发现了一条真正能发大财的路子，只是我一个人本钱不够，也没门路。这生意要是做成了，别说穿绸缎，天天用今晚吃饭都行。今晚吃饭？孙歪师的爹虽是地主，但在这乱世也只是勉强维持，真要说富贵，还差得远。什么生意？孙少爷，你想想，这竹黄为什么好吃？因为它香，因为它脆，因为它有油水。这东西要是卖到县城里的大酒楼去，得是什么价？县城里的大老爷们会吃这虫子？他们当然不吃虫子，但是他们吃山珍啊。咱们换个名字，叫黄金脆，竹上鲜，再用精美的盒子一装，告诉他们这是山里采的奇珍，吃了大补。你猜他们买不买？好像是那么回事。是啊，少爷，城里那些傻大款就吃这一套。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啊？孙少爷，您有本钱有门路啊！这生意我出技术，您出本钱和门路，到时候赚了钱，您7我3，不，您8我2。这孙歪师明明是来抢钱的，虾哥怎么还上赶着送钱？这家伙前倨后恭，变化太快，其中必有蹊跷。你这个想法倒还有几分意思啊，本少爷可以考虑考虑。孙少爷，机不可失啊！这制作黄金脆的法子可是我的独门秘方，为表诚意，明天中午我备下酒菜，把这秘方当面演示给您看，咱们边吃边谈，把这桩大生意定下来。好，算你小子识相。要是你的秘方能让本少爷满意，以后你就跟着我混了。到时候本少爷也不会亏待你的，女人们。那是。虾哥，你疯了！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，凭什么分给他80%，还要请他吃饭？他刚刚还想……四虎，我们回去再说。雨桐，我问你，山里有没有一种草无毒，但人吃了之后会拉肚子，拉到腿软？有一种通肠草，村里人有时候便秘了会用一点点，但如果用多了
会让人上吐下泻，浑身脱力，好几天都下不了床。明天你去把那草挖回来，然后我们请孙大少爷吃一顿真正的大餐。哦。第二天中午，茅屋内外飘荡着一股浓郁的肉香。火候差不多了，司虎，刀磨快点，待会儿给贵客片肉。江虾人，本少爷来了，你的酒菜准备好了没有？哎呦，孙少爷您可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算你小子有诚意，今天这顿饭有美人相伴，定能多吃2碗。哈哈哈哈哈！少爷，这几个娘们儿比县城里的姐们儿还带劲。你想干什么？孙少爷别误会，我这兄弟人傻力气大，不懂规矩。您先尝尝，这就是咱们发财的秘方之一，用特殊的香料炖煮，能去腥增香。孙万师早就饿，拿起筷子就狼吞虎咽起来。味道不错，比县城福马楼的炖肉还香。孙少爷，你们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行了，肉也吃了，说吧，你的秘方到底是什么？哎呦，肚子疼死我了！我的肚子，这肉里有毒。毒？孙少爷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这只是加了点开胃的草药。你怎敢？哥哥，孙少爷，你昨天不是想作诗吗？我帮你改改啊！炖肉汤加料黄，孙少爷拉一床，孝敬爷爷是天理，否则让你命不长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饶了我吧！现在求饶，还呐！哼！今日起，我让你再也不敢踏入江家村半步。这是怎么了？江家小子把孙文师给打了！我的天，他不要命了？那可是孙地主的儿子。各位乡亲，大家今天都看到了，不是我瞎人惹是生非，是这孙歪师昨天带人要抢我卖笋干的血汗钱，我一个穷小子孤身一人斗不过他，只能假意答应请他吃饭。可他今天来了，还想对我家里的女人动手动脚。此话一出，人群中一片哗然。抢钱还要欺负女人，这在民风淳朴的村里是天理不容的大罪。不止如此，我问问大家，村东头李大爷家去年丢的鸡是谁偷的？村西头张寡妇家晒的干菜是谁顺手牵羊拿走的？还有你们，有谁没被他孙歪师和他的狗腿子欺负过、勒索过？我家的鸡就是他偷的，我亲眼看见他手下那2个狗腿子翻我家墙头。对，我家的牛上次被他踢了一脚，瘸了半个月。他上次买我的布，少点了我10文钱。他还调戏过我闺女。一时间，群情激愤，积压已久的怨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。听到了吗？这是民意。孙歪师看着周围一双双愤怒的眼睛，他知道他完了，在这里他已经彻底待不下去了。滚出我们江家村！滚出我们江家村！打死这个恶霸！江虾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表哥可是青云山的黑风煞，他一定会给我报仇的。黑风煞，虾人娃，好样的！多亏了你，给我们出了口恶气。虾哥太痛快了。他可以卑微如尘土，也可以狠辣如豺狼。这个人到底哪一面才是真的？司虎，明天开始别去打猎了，咱们先把这破屋子周围给我围上一圈结实的竹墙。孙歪师离开时说的话，黑风煞这3个字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头。那是青云山上一伙真正的亡命之徒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。侠哥，俺不怕，他敢来，俺就锤死他。哼，一群山匪而已，报官就是了。报官，官府要是管用，青云山上的匪患就不会到今天还安然无恙了。那你想如何？凭我们几个去跟山匪拼命，还是说你打算用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再去给山匪头子下泻药？拼命是下策，这笔钱不能留着下载，我们要用它买命。虾人看向司虎的母亲，后者一直忧心忡忡地站在门口。婶子，我想请村里的人帮个忙，工钱按天算，1天10文，管1顿饭。虾人娃，你要做啥？筑墙。筑墙？用竹子？你是在说笑吗？那种东西一脚就能踹开，防得了谁？防的不是一脚，是第一眼。我要的是让任何想进来的人第一眼看到这里就觉得麻烦，觉得不值得。婶子，这事还要麻烦您去村里说一声，愿意来的我们欢迎，工钱您先帮忙发着。行，婶子信你，这事交给我啦。司虎的母亲是个行动派，出去没多远，大嗓门就已经传了开来。都别闲着了，虾人娃要筑墙，1天10文钱，管饭。很快，10几个精壮的村民就带着工具过来了。看
砍竹子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司虎和几个年轻小伙身上。所有竹子底部3指全部用火烤一遍，烤到表面焦黑，能防潮、防虫蛀，埋在地下几年都不会烂。分工明确，马而不乱，那种从容，那种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气度，绝不是一个普通村夫能有的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3天后，一面坚固而狰狞的竹墙彻底将这片小小的院落与外界隔离开来。这墙看着可真唬人。是啊，比村长家的土墙还高。这虾仁娃脑子里装的都是些啥？咱咋就想不到呢？这法子真好，住在这里面，晚上睡觉都踏实多了。霞哥，这下就算那黑风煞来了，也别想轻易进来。墙修好了，明天我们就盖房子。第2天一早，虾仁没急着开工，他找来一截木炭，在地上面画了起来。夫君，这是用竹子盖房吗？风一吹，会不会塌了？不会，只要结构对了，竹子比你们想象的要结实。夫君，我们半个月赚了5两银子。哇，这么多！这些钱足够村里一户普通人家在村里什么都不干，安安稳稳的活上2年了。是啊，不过能悄无声息的赚到钱是本事，但赚到了谁都看得到的钱，那就是引火烧身。竹屋落成后，虾仁的第一要务便是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。仅仅半个月的时间，不但菌菇培育成功，经过改良的竹制品更是身价倍增，在县城集市上供不应求，为他们带来了第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江虾仁，给我滚出来！虾哥，俺去看看是哪个部长演的。不用，听这声音是官府的人，果然啊，麻烦还是找来了。江虾仁，听说你小子最近发了笔横财啊，生意做得不小，怎么不知道来县衙备个案，交个税？哎呦，小差爷您说的，小人这小打小闹，哪敢惊动县尊大人？正想着这几天就去孝敬，不去报备呢。嘿嘿，你这金屋藏娇，日子过得不错嘛。2位差爷辛苦，跑这么远的路，喝杯茶的钱，小人还是懂的。哟呵，算你小子识相，不过这事光喝茶可过不去。陈县城说了，你这无照经营可是重罪。是，小人有罪，还请差爷回去给陈县城带个话，就说小人这2日一定备上厚礼，亲自登门向县城大人请罪。行，话我们给你带到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我们走。随着衙役离去，院子里的气氛就像是被抽干了空气，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。虾哥，俺心里憋屈，咱们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。哼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本事，到头来还不是要对那帮肮脏婆才摇尾乞怜。我们给官府交税是应该的，不过谁说要便宜他们了？程大小姐，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还能如何？要么有掀翻桌子的实力，要么就得有在桌子底下递钱的觉悟。你现在不就选了后者吗？只是丢人。说得对，我现在的确没有掀翻桌子的实力，所以只能递钱。但是怎么递，递给谁，这里面可大有文章。送礼还有啥文章？不就是把钱塞他们手里吗？官场上的门道，岂是塞钱这么简单？这石阳县县城陈断德、典史前8皮，他们俩是穿一条裤子的，但这条裤子不够大。陈断德贪婪好大喜功，但色厉内荏，没什么真本事。前8皮同样贪婪，但此人还有个毛病，就是有洁癖，而且是病态的洁癖。这也是石阳县内所有人共知的事情。我们要送礼，但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收下，我要让他们收了我的礼，回头就恨不得掐死对方。啥？送礼还能送出仇人来？舒月，你把我们最好的笋干还有炸竹黄分成2份，记住，给陈断德的那份量要大，包装用普通的油纸就行。是，夫君。雨桐，你挑一些品相最好、大小最均匀的香菇和笋干，单独包出来。程大小姐，到你这位品鉴官发挥作用的时候了，我需要你用你能想到的最高雅、最讲究、最显档次的方法，把雨桐挑出来的这份东西给包装起来，要让看到的人觉得这玩意儿比金子还金贵。就那点山货，还想包出金子的感觉，你倒真敢想。至于这5两银子，我们留下2两的本钱，其余的都送给他们。第2天一早，虾仁孤身一人，带着2份精心准备的厚礼，前往石阳县城。小人江虾仁拜见县城大人。昨日差爷传话，小人幡然醒悟，是小人不懂规矩，扰了县里的清静。这点山野之物，外加2两纹银的孝敬，还望大人不要嫌弃。算你识相。你那生意，本官也听说了，无照经营，按律当罚。
不过嘛，念你也是初犯，又是为了养活一大家子，本官就暂且给你记下，以后每个月按时把规费交上来，就没人会为难你。是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对了，大人，小人还有一事不明，想请大人提点。说。小人不懂规矩，也给钱点只备了一份薄礼。只是小人听说钱大人那个人最是讲究，生怕我这山野之物粗鄙入不了他的眼，所以小人斗胆将品相最好最干净的那一份用竹盒装了，单独送给钱大人，生怕惹他不快。大人，您说我这么做对吗？品相最好的，还竹盒装的单独一份。无妨，钱点使就是那样的怪脾气，你这么做也算有心了。去吧。嘞，好嘞。走出陈府大门，虾仁脸上的谦卑笑容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冰冷的算计。哼，陈断德这颗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，接下来就是去给他浇点油。钱大人安好，小人江家村江虾仁特来给大人送些孝敬。哦，算你有心了。钱大人，小人还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屁快放。是，小人刚才也去拜会了陈县城，他老人家提点我说，我这生意要想做大，就得跟县城里最大的悦来客栈合作。什么？悦来客栈？对，陈县城说，那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孙二娘手眼通天，背后可是县尊大人的门路。他还说，只要搭上这条线，以后生意做大了，利润的大头都由他来分派。小人不懂这些大事，就是觉得这么大的好事，不能不让钱大人您知道一声啊！好你个陈断德，原来是想撇开我，自己独吞大头，做梦！行啊，我知道了，东西留下，你走吧。是，小人告退。鱼饵已经撒下，就看这两条贪吃的鱼什么时候咬钩。哟，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，是打尖还是住店？老板娘，我是来卖东西的。卖东西？小哥，我这可是酒楼，不是菜市。老板娘，我这东西别处可没有。这叫黄金脆，这叫玉林笋，您尝尝，要是觉得好，咱们再谈价钱。小哥口气倒是不小呀。这是虫子？是竹黄，长在最干净的竹子里，吃的是竹叶，喝的是露水，干净着呢。你这东西确实有点门道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江虾仁。你是江家村的？老板娘认得我。如今这石阳县谁不知道，江家村出了个奇人，把没人要的毒笋和竹虫变成了能换钱的宝贝。说吧，你来找我不光是为了卖这点东西吧？老板娘慧眼，东西我是要卖的，但我想跟您谈的是一笔更大的生意。哦，多大？大到能让您悦来客栈的招牌在整个南阳郡都响当当的生意。小哥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正是在跟悦来客栈真正的主人孙二娘谈生意。有胆子，进来吧，我们后院谈。说吧，你的大生意是什么？老板娘，您这悦来客栈生意看着红火，但想必也有烦恼吧？哦，什么烦恼？菜品10年如一日，没有新意，客人翻来覆去就是县城里这些熟面孔。您想不想让那些郡城的达官贵人为了您一道菜争相驱车前来？虾仁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孙二娘的心坎里。做生意最怕的就是一成不变。悦来客栈看着风光，但实际上已经遇到了瓶颈。你有法子？我有独一无二的食材和独一无二的菜谱，这都只是开胃小菜。我还有酸笋，有香菇，有木耳，还有更多你们想都想不到的东西。我需要你的渠道，我负责供货和研发新菜品，你负责销售和推广。我们合作，把江家村山珍这个牌子打出去，利润我7你3。小哥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出东西，我出店出人出名气，还要帮你担着风险。凭什么你拿7成？就凭这个。这是什么鬼画符？这是账本，一种新的记账方法，左边记进项，右边记出项，月底一核，盈利亏损一目了然，比你们现在用的那些流水账清楚100倍。这东西能堵住所有贪墨的漏洞，能清晰的看到每一笔钱的流向，价值远比几道新菜大得多。这也是你那山珍的一部分。当然，跟我们合作，这些都可以是你的。我甚至可以教你如何利用会员卡提前锁定客人的消费，如何利用打折促销清理库存，如何利用说书先生给我们的新菜编故事。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想和您合作赚大钱的人。现在您还觉得我欺你3多吗？好，我跟你合作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说的这些我都要，但利润我6你4。我是个生意人，从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可以，但是我也有个条件。你说？我要当江家村的村长。什么？你要我帮你弄个村长？怎么，老板娘觉得为难？小哥，你可真会给二娘我出难题。一个村长的任命，那得是县尊大人亲自点头才行。我一个开酒楼的，哪有那么大的面子？孙二娘嘴上说着为难，但眼神里却不见半点慌乱。虾仁知道她在试探自己，也在抬高价码。老板娘谦虚了，谁不知道这石阳县里，只要是您孙二娘想办的事，就没有办不成的。更何况我并非让您白帮忙。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，我那4成利润里再拿出1成，孝敬给县尊大人，剩下的3成才是我的。这小子真是个人精，他不仅看出了我有门路，还直接把打点县令的价码都给算好了，拿未来的利润去当人情，空手套白狼，玩的是真漂亮。你就不怕我拿了你的好处，却不给你办事？哈！但我更相信老板娘是个聪明人，为了眼前这点小利而放弃一座挖不完的金山，这种蠢事您做不出来。咦？孙二娘一时竟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她发现自己完全看不透眼前这个少年，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跟他合作，要么赚得盆满钵满，要么死无葬身之地。好一个江虾人！你的事我接了，3天之后你再来我这儿听消息。多谢老板娘，那我们的合作从现在就开始。第一批货明天一早我会让人送到您店里，至于菜谱我已经写好了。合作愉快。老板娘有何吩咐？去查查这个江虾人，我要知道他的一切，从他出生到现在所有的事情，事无巨细，全部报给我。是。江虾人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是龙还是蛇。虾哥怎么样了？那两狗官没为难你吧？夫君，事情还顺利吗？哼，看你这副模样，八成是把钱都送出去了吧？妥了，妥了，啥妥了？从今天起，我们和悦来客栈合作，我把咱们的山货专供给他，他负责销售，利润我4他6，4 6开。虾哥，你没搞错吧？咱们辛辛苦苦弄出来的东西，凭啥他拿大头？就算是借用他的渠道，这个分成也太离谱了。夫君这么做，一定有您的道理吧？还是舒月懂我，我用这1成的利润跟孙二娘换了一个承诺，她答应3天之内帮我弄到江家村村长的官身。这怎么可能？虾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可是那孙二娘，她一个开酒馆的，哪来这么大的本事？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本事，我只知道她敢答应，就说明她有这个能力。这个女人水深得很。所以从明天起，你的任务更重了，除了带人砍竹子，还要负责每天把我们的货准时送到悦来客栈。记住，一定要准时，不能出任何岔子。放心吧，虾哥，俺保证完成任务。家里的生产也要加快了，酸笋、笋干、香菇、木耳都要加大产量。我们现在不是小打小闹了，要做的是一笔能震动全县的大生意。至于你，程大小姐，你的品鉴官工作也要升级了。我需要你不仅仅是把关我们自己的产品，还要去品鉴一下悦来客栈的菜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从明天开始，你可以每天都去悦来客栈免费吃饭，去尝尝他们的招牌菜，然后回来告诉我他们的菜好在哪里，差在哪里，我们的新菜要如何才能超越他们。哼，谁稀罕吃那些东西？我只是为了我们合作的大局着想，勉为其难罢了。嘿嘿，这个傲娇的大小姐也开始慢慢融入这个家了。幸不辱命。看着桌上那张带着鲜红大印的委任状和那块沉甸甸的村长木牌，饶是虾仁两世为人，心跳也忍不住快了几分。成了，我真的成了这个时代里一个有官方身份的人。虽然只是个最末流的村长，但从今天起，我虾仁不再是任人拿捏的草民，而是朝廷法度上有名有姓的官。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管理江家村，可以征发徭役，可以组织民壮，可以做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多谢老板娘。谢就不必了，你我各取所需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现在是村长了，可盯着你的人也更多了。陈断德和钱扒皮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你最好早做准备。我明白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们想玩，我奉陪到底。
哼，我现在有了官身，就有了操作的空间。那两个蠢货再想用无照经营这种借口来拿捏我，已经不可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送来的那些山货，昨天刚在夜来客栈推出就卖疯了，尤其是那道酸笋老鸭汤，好几位市里的乡绅为了抢最后一份，差点打起来。意料之中，但是也出了一点小麻烦。那孙员外的独子孙歪师没抢到汤，又见你的黄金脆卖得比肉还贵，当场就发脾气，扬言要去找你的麻烦。孙歪师那个蠢货，上次被自己用发财大计忽悠瘸了，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快就忘了疼。我知道了，一个跳梁小丑而已，不足为惧。不对，孙歪师上次被自己整得屁滚尿流，还被全村人赶了出去，他当时还撂下狠话，这事孙二娘不知道。看来这孙歪师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又开始放大了，而且他当初还提到了青云山的黑风煞是他表哥，这才是真正的威胁。上次自己只是建了竹墙，但这远远不够，现在自己当了村长，正好可以借着这个名头把江家村的防御再升一级。老板娘，多谢提醒，我还有要事，先走一步。等等，你的黄金脆和玉林笋已经没货了，明天能送多少来？有多少送多少，以后有多少你收多少，价格只高不低。回到江家村，虾仁立刻召集了所有人。乡亲们，从今天起，我江虾仁就是咱们江家村名正言顺的村长了。太好了，虾仁娃当村长了，咱们江家村有出息了。好啊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怕被外人欺负了。但是当了这个村长，我首先要做的不是庆祝，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。上次被我们赶走的恶霸孙歪师并没有死心，他放出话来要带人来报复我们，而且他的表哥是青云山上的匪首黑风煞。什么黑风煞？天哪，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！村民们的脸上瞬间被恐惧所取代。乱世之中，匪患横行，黑风煞的名头在附近十里八乡是能让小儿只提的存在。哼，怕吗？村民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有人敢说话。怕就对了，谁不怕死？我也怕，但光怕有用吗？土匪来了，会因为你怕就放过你吗？不会，他们只会抢光我们的粮食，烧掉我们的房子，欺负我们的女人，杀掉我们所有人。虾仁的话像一记记重锤，敲在每一个人的心上。所以我们不能怕，我们得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。以前我只是个普通村民，能做的只是建起一道竹墙，但现在我是村长，县衙给了我权力，可以组织乡勇，保境安民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成立江家村护卫队，所有15岁到50岁的男丁全部加入。我们没有装备，但我们有竹子，我们可以做竹甲，可以做竹枪。我要教你们如何利用竹子做出能连发的弓弩，做出能守护我们家园的陷阱。乡亲们，别人都说我们江家村是穷山恶水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这片竹林就是我们最大的宝库。跟着我干，我保证不但能让大家吃饱饭，还能让任何敢来侵犯我们的敌人有来无回。虾仁的话充满了煽动性，村民们心中的恐惧渐渐被一股热血所取代。是啊，怕有什么用？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拼了！我们跟村长干，跟村长干，保卫江家村！拼了！看着重新燃起斗志的村民，虾仁立刻开始分工。四虎，你继续带人砍竹子，越多越好。婶子，麻烦您组织村里的女眷，负责后勤，给大家做饭烧水。舒月，账目不能停，所有支出收入都要记清楚。雨桐，你的任务最重要，去竹林里多找些能止血消肿的草药，越多越好。打仗免不了要伤人。疏影，我需要你用你的眼光帮我检查护卫队操练的队列。我听说真正的军队战队走路都是有讲究的，这方面你比我们在行。闻言，程疏影疑了，他没想到虾仁会让他做这个。程疏影确实懂，他从小接受的教育里就包括了对军队仪仗的认知，也能一眼看出一支军队的阵型是否严整，气势是否如意。这也算是在帮忙吗？程疏影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。虾仁知道他这是默认了。好，大家各司其职，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！一声令下，整个江家村就如同一个高速运转起来的机器，瞬间充满了活力。乱世的阴影下，一个全民皆兵的战斗堡垒正在悄然成型。姓钱的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陈大人这话从何说起啊？你少给我装饭！那江虾仁给你送的什么？单独一份，如何包装？精美雅致。老子这里呢，一大堆破烂山货，裹着2罐臭钱。哼，你当我陈断德是收破烂的吗？陈大人此言差矣，下官收到的不过是江家村的一点心意，胜在别致。而大人您收到的那可是实打实的厚礼，分量足，银钱多，下官见了都眼红呢。怎么，大人还不满意？
放屁！分量足，那堆破烂玩意儿加起来值几个钱？你那竹盒里装的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肯定不止1两银子。你这老小子吃独食也不怕噎死。哈哈哈！陈大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下官的为人，县尊大人是清楚的，不像某些人手伸得太长，吃相太难看，连县尊大人的门路都想自己独吞。你说悦来客栈的事，那是江虾人那小子胡说八道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独吞了？我那是为了我们大家着想，你懂个屁！懂不懂？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哼！陈大人，奉劝你一句，别把人都当傻子。那江虾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你最好别玩脱了，到时候别怪我钱某人没提醒你。王八蛋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大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，天塌下来了！不是，县尊大人刚刚签发的委任状，那个江家村的江虾人被任命为江家村的村长了。什么？完了！陈段德知道，一个泥腿子他可以随意拿捏，一个有产业的富户他可以敲诈勒索，可一个有官身的村长，尤其还是县尊大人亲自点的头，他再想动手就得掂量掂量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钱八皮那个王八蛋说的对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对了，不能明着来，咱就来暗的，这事得拉上钱八皮那个老狐狸一起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去把钱大人给我请回来，快去！是大人。陈大人又有什么指教？钱点使，别生气嘛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赔不是了。哼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看看这个，他竟然……没错，这小子搭上了县尊，这是想摆脱我们，单飞了。哼，咱们不能让他太舒坦了。你想怎么样？青云山那位，你我可都送过不少孝敬，咱们给他写封信，就说江家村现在富得流油，让他没事就去逛逛，敲打。可他现在是村长，万一黑风煞失手把他给……当然不能伤他性命，他可是会下金蛋的鸡，咱们得在信里说清楚，只是劫掠骚扰，让他不得安宁，让他知道离了我们2个他什么都不是，到时候他自然会哭着回来求我们庇护。这个主意甚妙。记住，亲自送到青云山黑风煞的手里，一定要快。是大人。江虾人，你个小泥鳅，还想翻天？等着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表哥，我的亲表哥啊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行了，哭哭啼啼的，像个什么样子？给我起来说话！表哥，那江虾人简直不是人，他下毒害我，还抢了我的钱，把我赶出村子。最可恨的是，他还羞辱我，说我写的诗是狗屁，这是奇耻大辱啊！而且他那个村子现在可富了，就卖那什么破笋干和炸虫子，一天就能赚好几百文的。村里还有3个水灵灵的小娘们，特别是那个白衣服的，那叫一个俊俏。哦，真有这么富？千真万确。表哥，你想啊，他就是一个泥腿子，带着几个女人，能有什么本事？村里那些护卫队拿的都是竹竿子，咱们山上的兄弟随便下去几个，一冲就垮了。到时候钱粮女人不就都是您的了吗？黑风煞有些心动了，他手底下养着110来号兄弟，开销可不小。最近山下查得严，好几趟买卖都没做成，正缺钱呢。大王，山下县衙的陈大人派人送信来了。哦，呈上来。黑风煞大字不识几个，但信上的内容自有旁边识字的军师念给他听。什么？那江虾人现在是官府任命的村长？回大王，信上是这么说的，而且委任状还是县尊大人亲批的。他娘的，一个泥腿子怎么就成村长了？还跟县太爷搭上线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就是个穷鬼，哪来的门路见县太爷？你个蠢货，懂个屁！一个能让县城和典史同时盯上的人，一个能让县太爷亲自点头任命的人，会是普通的泥腿子？骗鬼的！哼！这陈段德和钱八皮信里说的好听，让自己去敲打江虾人，还不让伤了他性命，这摆明了是想拿自己当枪使。要是自己被江家村给平了，他们回头就能领着功劳去县太爷那儿邀功。要是自己失手打死了江虾人，捅了马蜂窝，他们也能把自己推出去当替罪羊。哼，真是好算计，当老子是傻子吗？我这个表弟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草包，他的话最多只能信30成，但是
江家村富得流油，这事应该不假，不然那2个贪官也不会盯上。钱还是要抢，但怎么抢得有个章法。猴子，什么？大王有吩咐。你们2个今晚下山去那个江家村探探路，记住不要打草惊蛇，就远远的看着，摸清楚他们有多少人，有什么武器，防御怎么样。特别是那个江虾人，给老子盯紧了，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来头。是，大王。表哥，探什么路啊？直接杀过去不就完了？哼，你懂个屁！给老子老实待着，要是再敢多说一句，老子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啊！哎呦，我的小财神爷，你可算来了！姐姐，我这几天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呢。喏，这是头5天的分成，扣掉我的6成，还有你4成，一共是8两3200万。你点点。我相信老板娘的账目，8两多银子，这才几天功夫，这赚钱速度可比在21世纪当社畜快多了。菜谱呢？在这。这小子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好东西？这些菜式别说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好，有了这些菜，我悦来客栈的生意非得再升一层楼不可。小哥，生意上的事说完了，该说说正事了。姐姐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最近怕是要有大麻烦了。哦，还请老板娘指教。前2天，陈前2人在府衙里大吵了一架，最后还被县尊大人训斥了一顿。这笔账他们肯定算在了你的头上。我收到消息，他们吵架的当天夜里，府上有下人连夜出城，往青云山的方向去了。青云山，那不就是黑风煞的老巢吗？看来自己上次的离间计虽然成功搅换了水，但也把这2个家伙彻底推到了对立面。多谢老板娘提醒，这事我记下了。这还只是小麻烦，真正的大麻烦在北边。北边？没错，我刚收到的消息，3天前，大燕王朝北境防线被破，边境失守，数十万敌军铁骑南下，无数流民像潮水一样从北方涌向南方，而石阳县正好处在南下的交通要道上。什么？虾人虽然知道这个王朝腐朽不堪，乱世将至，却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危机危机，危中有机。流民潮看似威胁，但如果处理得好，也是巨大的机遇。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，不正是最好的人力资源吗？我需要人手，大量的人手来开荒，来建设，来组建一支能够自保的军队。老板娘，今天这个消息价值千金，我江虾人欠你一个人情。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没有丝毫慌乱，心性当真不凡。你我如今是合作伙伴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帮你也是在帮自己。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我想请老板娘帮我找一个人，传言全石阳县手艺最好，但脾气也最古怪的那个铁匠。哦，你这小子消息倒是灵通。你说的那个人，我知道，城西铁匠铺的王大锤，手艺没得说，给县尊大人都打过配刀，就是那脾气又臭又硬，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。你找他可得有心理准备。多谢。虾人再次道谢，他知道时间紧迫，必须立刻行动起来。这石阳县怕是要变天了。这个少年到底是会被这风雨吞噬，还是会乘着这风雨化身为龙？哼，这2个狗官，俺真想进城锤爆他们的狗头。山匪的事只是小麻烦，真正的大麻烦是北境失守，流民南下，很快就会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我们石阳县。虾人刚回到家，就将众人召集起来。他将从孙二娘那里听来的2个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众人。流民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流民过境如蝗虫过境，他们没有食物，没有住所，为了活下去，他们会抢，会偷，会做任何事。而且流民之中最容易爆发瘟疫，一旦处理不好，整个石阳县都会变成人间地狱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跟你们说这些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害怕，而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。别人眼里的流民是威胁，是包袱，但在我眼里，他们是这个乱世之中最宝贵的资源。资源？没错，是人力资源。我们江家村要发展，要自保，缺的是什么？缺人，缺大量的人手。开垦荒地需要人，修建防御需要人，扩大生产需要人，组建军队更需要人。这些人从哪里来？就从这些流民里来。这个家伙竟然想把足以吞噬一切的洪水猛兽变成自己发展的基石，这简直是疯了！
从今天起，我宣布江家村进入紧急状态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在这乱世中活下去，并且活得比任何人都好。师虎在，虾哥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江家村护卫队的第一任教官。我会给你10名村民，你负责给我往死里操练他们，同时继续带人砍伐竹子，越多越好。我们的防御要再升3级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舒月，家里的账目物资你要全部重新清点造册，每一文钱都要花在刀刃上。同时，组织村里所有女眷，开始大规模储备足够过冬的粮食。是，夫君。雨桐，从明天起，竹林里所有能用得上的草药全部给我采回来。我要你制作大量的金疮药、止泻药，还有预防瘟疫的药包。记住，越多越好。我一定努力。疏影，哼，粗活累活我可不干。当然不是什么粗活，我需要你利用你那无人能及的大小姐知识，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要建立一套人事档案，以后所有加入我们江家村的人，无论是村民还是流民，都要登记在册，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识不识字，以前是干什么的，有什么特长，所有这些都要记录下来。这件事只有你能做。哼，听起来就麻烦。不过看在大家都在忙的份上，本姑娘就勉为其难的帮你一把好了。好，现在还剩下最重要的一环，司虎，明天一早我们去县城会一会那个脾气和锤子一样硬的王大锤。虾哥，他就是王大锤，应该就是他了。看够了没有？看够了就滚，老子这里不做生意。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我们是来请先生出山，跟我们干一票大买卖的。出山大买卖？哈哈哈哈！就你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你能有什么大买卖？滚滚滚！别耽误老子打铁，老子没工夫跟你们耗。王师傅，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？有屁快放！您这淬火的水为什么是温的，而不是凉的？废话，水太凉，铁遇之则脆，容易断裂。那您这块铁为什么在捶打之前要在炭火堆里埋上半天？为了让火气更透，烧得更匀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再敢问东问西，信不信老子一锤子把你砸成肉饼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王师傅您知其然，却不知其所以然。你说什么？你敢说老子不懂打铁？我没说您不懂，我只是想告诉您，之所以要用温水淬火，是为了减缓铁器冷却的速度，让内部的应力有时间释放，从而获得更好的韧性，这叫回火。而您把铁埋进炭火里，也不仅仅是为了烧透，更是在捶打的过程中，让更多的碳渗入铁中，增加它的硬度，这叫渗碳。回火渗碳，这小子说的好像很有道理。我还知道，如果您想让刀刃更锋利，刀身更有韧性，可以试试用泥巴包住刀身，只露出刀刃，再去淬火。这样一来，刀刃遇冷收缩，变得坚硬无比，而刀身冷却较慢，保持韧性，这叫覆土烧刃。用这种方法打造出来的刀，才是真正的宝刀。覆土烧刃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懂这些？我只是一个想请王师傅帮忙造点小玩意儿的人。这有辱斯文，简直是离经叛道。这怎么可能做得出来？做不做得出，总要试一试才知道。怎么样，王师傅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把这些离经叛道的东西造出来？占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请讲。你说的那些什么回火渗碳，还有那个覆土烧刃，你都得教我，一个字都不能少。成交。行，等我去收拾一下。这就成了。不行，这个角度不对，会卡住。没错，就是要让它卡住。你看，当这个拨片抬起时，正好能卡住下一根箭矢的凹槽，但只要轻轻一扣扳机，它就会瞬间释放，这叫半自动上膛，懂吗？虾人一边说，一边用木炭在地上画着受力分析图。一开始，王大锤还对虾人的指手画脚充满抵触，但几天下来，他彻底服了。在两人的通力合作下，仅仅3天时间，第一具手摇连发弩的核心机括就成功的被制造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村里的其他生产线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温雨桐正带着几个心灵手巧的妇人，按照虾人教他的方法，将砍回来的竹子进行处理。另一边，韩书月正带着人将那些不适合做竹甲的竹竿削成标准的箭矢和长枪。整个江家村就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，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喂，那边那个拿枪的，你的枪头太低了，你想戳自己人的屁股吗？还有你，盾牌举那么高，你是想挡太阳还是想挡敌人？你们的队列简直就是一盘散沙，如果敌人冲过来，你们瞬间就会被撕碎。
三嫂子，啥是方阵啊？没什么，哼，一群乌合之众，懒得跟你们说。嘿嘿，这个傲娇的大小姐果然是个宝藏，她这哪里是挑刺，分明就是在指点江山呐！看来护卫队的首席军事顾问非她莫属了。村长，不好啦！村长，路上来人了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有好几百人，他们朝着我们村子走过来了。什么？是山匪打过来了吗？不要慌，通知下去，所有人准备战斗。开门！村长，不能让他们进来啊！咱们村就这点粮食，自己都不够吃，哪养得活这么多人啊？是啊，村长，他们这么多人，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坏人？万一他们冲进来抢东西怎么办？还有瘟疫，刘明身上都带着病，放他们进来，我们全村人都得跟着完蛋。虾哥，你说怎么做，俺都听你的。说完了吗？婶子，我问你，半个月前我们家是不是连1粒米都没有？是啊。在座的各位，有谁家半个月前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？我们都挨过饿，都知道饿肚子的滋味。现在看看墙外面那些人，他们和半个月前的我们有什么区别？虾人的话像一记重锤，敲在每个人的心上。是啊，没什么区别，都是为了活下去，在苦苦挣扎的可怜人。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也是人，我们把他们赶走，他们只会饿死在路上，或者变成真正的匪徒。但如果我们接纳他们，给他们一口饭吃，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希望，他们就会用他们的双手为我们创造出10倍、100倍的价值。这个世道已经烂了，官府不管我们的死活，匪寇盯着我们的家园，我们能靠谁？只能靠我们自己。我们江家村想要在这乱世中站稳脚跟，光靠我们这几十户人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，我们需要把所有能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，把江家村建成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摧毁的堡垒。外面那些人不是我们的负担，他们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是啊，村长说的对，见死不救和那些草菅人命的官老爷又有什么区别？开门！各位别紧张，我是这个村子的村长，我知道大家饿，也知道大家怕。我今天出来不是要赶你们走，而是想给你们一个选择。我们村子不养闲人，也没有免费的粮食给你们吃，但是我们有的是活干，开荒、修墙、砍竹子。只要你们肯干活，我就保证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吃上饭。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遵守我们村的规矩，不偷不抢，安心劳作，这里就是你们新的家，没有人会再欺负你们。虾人的话简单直接，却充满了力量，没有画大饼，没有虚伪的承诺，只有最实际的2个字示范。流民们彻底愣住了，他们一路南下，遇到过驱赶，遇到过官兵的刀枪，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江虾人一言九鼎。当然，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我们给您做牛做马。人啊！村长收留，我们给您做牛做马。墙上的村民们看着这震撼人心的一幕，无不为之动容。他们终于明白了村长那番话的意义。下一个，姓名狗蛋，年龄不知道，大概20。以前干什么的？种地的。你这双手关节粗大，指甲里全是泥，一看就是常年握锄头的。倒没说谎。虽然程淑莹嘴上万般不情愿，但不得不说这份人事档案工作他做得出奇的好。他总能从对方的口音、穿着、手上的老茧，乃至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中判断出大量的信息。嘿嘿，我这白捡的3老婆果然是天生的 HR。猴哥，不对劲啊！咋了？你看那墙，月光下，一道高大的竹墙拔地而起，将整个江家村围得严严实实，墙头还隐约可见削尖的主刺，泛着冷光。一个破村子，啥时候搞了这么个乌龟壳？我们再靠近点看看。他们印象中的江家村应该是几间破茅屋，连个像样的篱笆都没有。不好，有埋伏！谁？撤！虾哥，俺射偏了。没关系，我本来就没打算留下他们。什么？你是说那村子不但建了高墙，还有人巡逻，甚至连墙外都有预警的陷阱？是的，大王。而且他们的护卫队看着不像一般的村民，很有章法。
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们就是些泥腿子，能有什么章法？表哥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他们就是胆小怕事。一个泥腿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又是赚钱，又是当村长，又是建高墙，又是练民兵，真是处处透着古怪。难道这小子真是个硬茬子？大王，此事或许并非坏事啊！怎么说？大王请想，他建高墙，说明他心虚，怕我们去。他收留了那么多流民，现在村子里肯定是人满为患，粮食和物资必然紧张。我们得到的消息，今天就涌进去了好几百人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他们内部必然混乱不堪，人心不稳，正是最虚弱的时候。我们正好可以趁他病，要他命。等到他把那些流民都整合完毕，形成了战斗力，那才真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了。对，军师说的对。表哥，你想啊，几百张嘴要吃饭，他那点家底肯定都快被吃空了。现在去，正好把他辛辛苦苦赚的钱、囤的粮，还有那些水灵灵的娘们一锅端了。这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传我命令，山寨所有兄弟全部集合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就下山踏平江家村，抢钱、抢粮、抢女人。这一次，老子要让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知道，谁才是这青云山地界真正的爷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山匪打过来了？天哪，我们这才刚有口饭吃啊！竹墙之上，虾人负手而立，神情冷峻地望着远方，视线尽头，尘土飞扬，一支黑压压的队伍正朝着江家村的方向气势汹汹地逼近。来了，都给我安静！我知道你们在怕什么，没错，来的就是青云山的山匪。村长啊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，要不我们把粮食交出去，保条活命吧。你以为交出粮食，他们就会放过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不会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，他们只会拿走我们的一切，然后把我们像猪狗一样屠杀。看看你们自己，看看你们身边的人，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，难道你们想再变回过去那样，任人宰割、流离失所吗？我不想，我也不想跟他们拼了！对，跟他们拼了！想活命就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拿起武器跟他们干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江家村的人不是好捏的软柿子。只要我们守住这里，打退了这帮杂碎，我们就能真正的在这里站稳脚跟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。现在所有男人拿起你们的武器，记住，今天我们不是村民，不是流民，我们是战士，为保卫我们的家园而战。战！传我命令，第一道陷阱区，等他们进来一半再发动；第二道烟雾阵，等他们冲到墙下，给我往人最密的地方扔。护卫队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放一箭，不准出一枪。我要让这帮杂碎为他们的贪婪付出血的代价。呸！不过是一群泥腿子和难民，就算修了个破墙，又能顶什么用？小子们，给我踏平这个村子，里面的钱和女人都是你们的！弟兄们，看见没？这帮怂货吓得连弓都拉不开了。第一个冲上墙头的，赏银10两。有陷阱，小心脚下。救命！放！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！被烟雾笼罩的山匪顿时涕泪横流，疯狂的咳嗽，双眼刺痛无比，彻底失去了方向感和战斗力，像一群无头苍蝇在原地打转。仅仅一个照面，50-60人的先锋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折损大半，剩下的也彻底丧失了战力。整个过程，江家村的护卫队甚至连一刀一枪都未出。这他娘的是在打仗还是在变戏法？这个江家人绝对不是普通的泥腿子，这些陷阱一环扣一环，设计的如此歹毒，分明是出自一个精于算计的将才之手。表哥，这是什么妖法？妖法你个头！不过是些不入流的阴损招数，给老子慌什么？大王，我们还冲吗？冲为什么不冲？老子就不信这些小把戏能挡住我们所有兄弟！传我命令，全军出击，给老子用人命填，也要把这道破墙给老子填平了！谁敢后退一步，杀无赦！杀！门破了，兄弟们，冲啊！
顶住啊，兄弟们，后面就是我们的家人，别让他们冲进来。不好，司虎，快去挡住门口。好嘞。柔，给俺滚出去！想过去，从俺的尸体上跨过去。弟兄们，怕什么？他只有一个人，给我杀！此时虾人的目光死死锁定了后方骑在马上的黑风煞，等待着对方靠近。进了，第一个就送你上路吧，废物！给老子冲！啊！轮到你了，杀了他！快，给我用弓箭杀了他！大王死了！快跑啊！墙倒猢狲散，山匪们很快就跑了个没影。赢了！村长威武！村长威武！村长威武！竹强还是太弱了，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，想要安身立命，就必须有更坚固的城墙，一种火烧不毁、刀砍不动的城墙。战斗结束后的清晨，村民们默默地清理着战场。这场胜利代价惨重，10几条鲜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虾人的心里没有胜利的喜悦，只有一片冰冷。战争他只在电影和书本里见过，但当它真实的发生在你面前，当那些昨天还和你打招呼的鲜活面孔，今天就变成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，那种冲击力足以击碎任何人的幻想。虾哥，是俺没护好他们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太弱了，是我们的墙太弱了。我去，这不就是最原始的水泥吗？司虎，快去把所有人都叫到村口空地上，活着的都叫来。是，虾哥。这是我知道大家很难过，但是悲伤换不来活路，眼泪也无法保护我们的家人。我们能做的，而是要守住它，要让他们的血不白流。你们想不想建一道永远不会被攻破的墙？想不想有一个就算天塌下来也能安稳睡觉的家？村长，竹墙已经很高了，可还是啊，石头墙太难建了，我们没那么多人手和时间啊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找到了一种神物，用它，我们可以造出比石头还坚固的墙。用它，我们江家村将变成一座任何人都无法摧毁的堡垒。接下来，我需要你们去附近的山上寻找一种白色的石头，妇女和孩子去河边收集贝壳。司虎，你再带一堆人去附近挖掘粘土和黄土，然后将它们全部都运送到王大锤那里。第二天一早，虾人和司虎再次来到了人声鼎沸的悦来客栈，但气氛却和以往大不相同。店里吃饭的客人看到虾人走进来，都下意识地停止了交谈，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一丝恐惧。江家村村长江虾人这个名字，在短短1天之内已经传遍了整个石阳县。哎呦，我的小村长，您可算来了！老板娘，别来无恙。今天来不为生意，是想请老板娘帮个大忙。小村长说笑了，您现在可是石阳县的大人物，有什么事能用得上我这个开酒馆的妇道人家？老板娘，先看看这个。陈断得前8皮，他们真是好大的胆子。孙二娘虽然猜到这2个贪官不是好东西，却也没想到他们敢玩这么大。官匪勾结，这可是抄家灭门的死罪。老板娘，这封信若是交到县尊手里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没用，县尊大人马上就要任满调离了，他现在只求一个稳字，绝不会在这种时候捅出这么大的篓子。最大的可能就是把这事压下去，不了了之。所以我想请老板娘把这封信送给一个能治得了他们的人。虾人盯着他的眼睛，孙二娘沉默了。他知道虾人这是在逼他站队，也是在考验他的能量。小村长真是看得起我，这事难办。不过我倒真认识一位贵客。这位贵客家住南阳郡城，身份嘛不方便说，何止知道他最恨的就是欺压百姓的贪官和草菅人命的匪寇。若是让他看到这封信，陈断德和前8皮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那就有劳老板娘了，这个人情我江虾人记下了。小村长客气了。去南阳郡，把信亲手交给那位先生，另外再给他带一句话，告诉他江家村出笼了。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本钱。
我的家也有很高的墙，比这个漂亮得多。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及自己的过往。但是，他没能保护我的爹娘。程疏影的语气很平淡，但那份平淡之下，却隐藏着足以将人吞噬的悲伤和仇恨。放心，我们的墙能。程疏影的身体猛地一颤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暖流从心底深处涌了上来，瞬间冲垮了他用傲娇和毒舌筑起的所有防备。夫君，怎么了？孙老板娘派人传话来了，说客栈里的存货都快卖光了，催着我们明天一早赶紧再送一批货过去呢。好，这回我们一家人同去。霞哥，咱们都走了，村里咋办？放心，村里有王大锤和护卫队看着，说不了万字。再说，咱们就是去送个货，天黑前就回来了。他这次去可不仅仅是送货那么简单，他要带着自己如花似玉的老婆们，大摇大摆地从县城主街上走一遭，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我江虾人不仅能打，日子还过得红红火火。你们那些想打歪主意的，都给老子掂量掂量！快看，那就是江家村的村长江虾人。我的天，他身边那几个女的也太好看了吧！是他的婆娘。乖，这小子艳福不浅。嘘，小声点，你不要命了？这可是个狠人，黑风煞都在他手里了。各种议论声交织在一起，传入了虾人的耳朵里。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就差在脑门上写上“人生赢家”4个大字了。司虎更是把胸脯挺得高高的，像一尊护法金刚，那眼神，谁敢多看他家嫂子一眼，他就能用眼神把对方瞪怀孕。一行人就这么在万众瞩目之下，来到了悦来客栈的门口。哎呦，我的小村长，您可算来了！孙老板娘生意兴隆啊！孙二娘的目光在虾人身上一扫而过，随即就落在虾人身后的三女身上。当她和程疏影那双清冷孤傲的眸子对上的刹那，孙二娘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老板娘怎么了？像小村长说的，你的几位夫人个个美若天仙，我这是一时看呆了而已。哎呀，说起来真是巧了，我们后厨的大师傅今天刚研究出几样新点心，正愁没人品鉴呢。几位夫人来得正好，快里面请，可一定要帮我尝尝鲜，提提意见。小村长，您和这位壮士先在大堂喝口茶，我安顿好几位夫人，马上就来。说着，孙二娘也不管虾人同不同意，就不由分说的将三女往客栈的后堂引去。这女人今天怎么回事？跟打了鸡血一样。孙二娘将三女引到了最为僻静雅致的房间里，随后她找了个借口，说是有一件顶要紧的私房事，想请程疏影单独帮着参谋参谋，便把程疏影带到了隔壁一个更小的房间。奴婢孙氏叩见公主殿下，奴婢终于找到您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公主殿下，您不认得奴婢是应该的。奴婢本是宫中上衣局的一名小女官，王朝覆灭那日侥幸逃了出来。这些年，奴婢一直潜伏在此，就是为了奉命行事，寻找失散的皇室血脉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殿下，或许您不认得奴婢，但这个您一定认得。殿下，您受苦了。奴婢得到消息，说您可能流落到了南阳郡一带，便一直在此等候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让奴婢等到了您。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他也一直潜伏在石阳县附近，四处打探您的消息。他若是知道您还安然无恙，不知该有多高兴。他还活着。听到皇兄的消息，程疏影的内心瞬间涌上了无尽的思念和担忧。国破家亡，他在这乱世中颠沛流离，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念想，就是他那位从小就最疼爱他的皇兄。疏影，皇兄，真的是你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丫头，皇兄怎么会丢下你不管？兄妹二人在这小小的雅间里抱头痛哭，宣泄着国破家亡以来所有的痛苦、思念和委屈。许久，两人的情绪才稍稍平复。跟皇兄走，我们的旧部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们，我们要会合他们，重整旗鼓，把属于我们的一切都夺回来。程昱慷慨激昂地诉说着复国的计划，然而程疏影听着这些话，脑海里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了另一张脸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程疏影的内心已经被那个叫江虾人的男人
填得满满的了。这个破烂的江家村，这个吵吵闹闹的家，已经成了他在这乱世之中唯一的归宿和牵挂。那些曾经被他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，在这一刻似乎都变得有些遥远和模糊。堂兄，我不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走，我已经嫁人了，我要留在这里。什么？你已经嫁人了？是谁？程疏影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是江虾人。啥？是他？不对，就算是他，你又图什么呢？图他能打，图他会赚钱，还是图他能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，给自己一份踏实的安全感？程疏影说不清楚，但他知道他离不开他了。你再多想想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那天从悦来客栈回来后，程疏影就变得很奇怪，她不再毒舌，也不再挑三拣四，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，经常一个人坐在门口的石头上，看着远方发呆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他心里肯定有事，孙二娘那天反常的举动绝对和他有关。来人，封锁所有出口。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胆敢擅闯县衙？哼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石阳县令孙茂才玩忽职守，致地方匪患横行，民不聊生，即刻革职查办，押送回京，听候发落。县城陈断德典史前8批，官匪勾结，鱼肉乡里，罪大恶极，证据确凿，立即拿下，抄没家产，押入囚车，秋后问斩，钦此。冤枉啊，大人，冤枉啊！我们是被冤枉的呀，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栽赃于我。哼，拿下！是。一瞬间，盘踞在石阳县多年的贪腐集团被连根拔起，清洗得干干净净，整个石阳县的百姓都看傻了。这是青天大老爷下凡了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石阳县要变天，人心惶惶，猜测着下一任县太爷会是谁的时候，那支刚刚清洗了县衙的官兵队伍竟然调转马头，浩浩荡荡的直奔江家村而去。村长，不好了！一大堆官兵来了！墙头上似乎已经抄起了他的大盾，护卫队员们也都握紧了手中的竹枪。墙上何人主事？可是江家村村长江虾人。我就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有雍州南阳郡石阳县江家村村长江虾人忠勇过人，智计无双，于匪患来袭之际，率一村之民力抗数百悍匪，镇斩匪首，保一方平安。此乃大功，朕悉甚慰。此等经世济民之才，岂可去于乡野？特此擢升江虾人为石阳县县令，总领县中一切军政要务。望儿上任之后，勤勉为公，安抚百姓，肃清匪患，勿负朕望。钦此。啥？我县令？朝廷里那帮人是吃错药了，还是集体喝高了？江县令，请接旨吧。虾人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接过了那份沉甸甸的圣旨。从今天起，他江虾人就是这石阳县名正言顺的一把手啊！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这一切的背后绝对是孙二娘，或者说是孙二娘背后那个神秘的贵客在搞鬼。不过对方费这么大劲把自己推上县令的位置，到底图什么？说吧，费了这么大劲，又是送走贪官，又是把我推上县令的位置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在谈正事之前，我想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程昱，前朝太子，程疏影是我的亲妹妹。我那傲娇毒舌的三老婆居然是个公主，这剧本是不是有点太刺激了？怪不得那女人浑身都透着一股老娘天下第一的贵族范，原来是血脉压制啊！所以那封信不是给了什么贵客，而是直接到了你手里。可以这么说。程昱不再隐瞒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。原来虾人托孙二娘送出去的那封信，确实是送到了南阳郡城，但接收人并非什么普通的贵客，而是程昱苦心安插在南阳郡的一位重要盟友。而程昱在得知虾人和程疏影的关系后，则动用了他潜藏在京城的力量，把江虾人推上了县令这个位置。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谈一笔交易，你的才能我已亲眼见识，无论是练兵筑城，还是发明那些匪夷所思的利器，你都远超常人。大燕王朝百姓流离失所，天下苦其久矣。我程昱在此郑重地邀请你助我复国，推翻这腐朽的王朝。待我登基之日，你江虾人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之柱石。
封侯拜相，国之柱石，这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有野心的男人来说，都是无法抗拒的诱惑。然而，他面对的是虾仁，一个来自21世纪只想讨平的咸鱼。我说，太子殿下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的人生理想是当地主老财，娶几个漂亮老婆，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帮你复国，多累啊！打打杀杀的，还要死人，吃不好睡不香的，我图啥？再说了，当皇帝有什么好的？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吃的饭里可能还有毒，出门上个厕所都得一群人跟着，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。最关键的是，还容易被人砍死。不去，这会儿风险太高，收益不成正比，傻子才干。程昱此刻的脸色比猪肝还要难看，他被虾仁这番惊世骇俗的胸无大志的言论噎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这小子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浆糊吗？好一个地主老财！既然你志不在此，我也不强求。行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你点头，从今天起，我就动用我所有的力量，让朝廷让南阳郡彻底遗忘石阳县这个角落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保证我唯一的妹妹在你这里能够一生平安喜乐，不受任何委屈。独立王国，赋税全免，没人管。我靠，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咸鱼生活吗？这条件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这个大舅哥能处，有事他是真上了。太子殿下，你这算盘打得倒是精，给我画这么大一个饼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口头承诺最是没用，万一你哪天复国失败，被人砍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又或者，万一你哪天真的成功了，当了皇帝，觉得我这个知道你太多秘密的妹夫有点碍眼，想过河拆桥，那我岂不是哭都没地方哭？这小子的脑子怎么长的？怎么总能想到这些最坏的可能？那你要如何才肯相信？这样吧，为了让你复国的大业成功率能高那么一点点，也为了让你以后能忙得没空来烦我，我这个做妹夫的就再大方一次，送你这个未来的大舅哥几样大礼。这是……别急，你再看看下一章，此物名叫手摇连发弩，一人操作，一息之间可连发10箭，100步之内可穿重甲。连发10箭，100步穿甲，这简直是屠杀的机器。这又是什么？火神炮，这个嘛，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超大号的连发弩，只不过它射出去的不是箭，而是能把一座城墙都轰塌的铁球。一炮下去，管他什么千军万马，都得给我变成一地碎肉。虾仁简单的解释了一下火炮的原理和威力。这个时代虽然已经有了最原始的火药，但大多还停留在做烟花和鞭炮的阶段。大恩不言谢，你的条件我答应了。从今往后，石阳县就是你的天下。只要我程昱还活着一天，就绝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你的清静。好了，给这大舅哥找了点事做，这下石阳县应该能清静好一阵子了，总算是可以安心当地主老财了。不过也是时候给我那3位夫人一个真正的名分了。虾仁要补办婚礼的消息，像一阵春风，一夜之间吹遍了整个石阳县。整个石阳县都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司虎的母亲作为江家村的长辈，也是看着虾仁长大的干娘，理所当然的被请上了高堂，担任证婚人。吉时已到，有请新郎新娘1拜将对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3位娘子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江虾仁名正言顺的妻子了。以前让你们受委屈了，我江虾仁在此立誓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们分毫。请受夫君1拜。3女都愣住了，她们没想到自己的夫君会在洞房花烛夜给他们行这样的大礼。韩书月和温雨桐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，心中充满了感动和甜蜜。而一直冷着脸的程疏影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放下了心中所有的傲娇和过往。他看着他，心甘情愿地喊出了一声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说出口的称呼：夫君。 Nice 嘿嘿。